中国反制日本行动开始，做不到有福同享，你们留着自己吃吧。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日本的核废水海鲜是要飘到中国来了吗？中国海关开始行动，日本就扛不住了。核食还是日本人自己留着吃比较好？而根据环球网的消息指出，日本内阁官员松野博一他说了，中国海关扣留的水产品当中有一部分来自日本，日方政府呢正在了解有关情况。了解什么？核废水污染过的食物，可不是谁都这么的有福气能够享用的。当然，这个福是辐射的福。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日本竟然把 G7 峰会当成了大型的这个有福同享的秀场，各类型的核废水的水产以及相关的食品被摆在了参加G7峰会的官员的餐桌上。仿佛日方根本听不到本国民众的抗议，执意通过一项自欺欺人的检测与作秀，全力推进核废水的排海事项。而前段时间，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说日本计划排入海的核废水经过处理后，数值达到了安全范围，对人类的危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其实在此前，就连一向向日本眉来眼去的韩国都忍不了日方的无耻行径。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可以得知呢，日本的福岛核废水尽管在处理但其污染数值仍然是严重超标的，超过正常数值的2万倍。韩国政府连续发布了好几条这样的调查结果，直接打脸日本核废水无害论。就算此前有日本官员假装喝下了核废水，这又能说明什么？真能喝吗？那你们排入大海干什么？直接内循环消化不就好了吗？所以学人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如果说福岛核电站泄漏呢是一个慢慢漏气的气球，那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就是皮球直接的爆开。苏联当局面对的是地狱灾难的难度，但是呢，当时苏联人民不惧死亡的威胁，前赴后继的扑上去，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将可怕的核辐射污染影响尽可能的控制到他们力所能及的程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地仍有大部分的土地如今还是寸草不生，预计造成的危害还会有几十万年的持续影响。日本就是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开始呢其实是有机会把核污染降到可控范围的，但是隐瞒、逃避、敷衍，让这场事故的威力以及影响越来越大，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只能是排入海中。那么中国凭什么就要买单呢？中国人凭什么要吃日本的核污染食物？有的人可能会说直接禁掉所有的日本产品，但当然这也不现实，毕竟违反国际贸易规定，部分禁止，加强管控，我们就能够占据理论上风，继续对日本排放核废水施压。所以我们要充分相信我们的海关有能力也能够做好对日本食品的安全检测。日本这样做下去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